我们今天讲第6个知识点，有关对称的问题，与圆有关对称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道题，给了我一个圆的方程，它关于直线 y 等于 负 x 对称，求它对称的那个圆儿。我们画一个示意图就可以了。我随便的画了一个圆儿，如果它关于一条直线对称，这是轴对称，那就说明它的圆心关于这条直线对称啊，然后半径不变，所以呢，我得到的这个圆儿就和原来的已知的圆儿关于这条直线对称了。所以当一个圆儿求一个圆儿关于一条直线对称的那个圆儿，半径不变，只需要把圆心对称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比如说我就用这个了啊。这个已知的圆儿，它的圆心是3逗1，圆心是3逗1，这条直线是 y 等于负 x。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这个圆儿，它的圆心我们用 m 逗 n 来表示。好，那么这道题其实就转化成了点关于直线对称的点，求点关于直线对称的点。那么这种对称呢，我们讲过好多，它体现了2条。第一条呢，已知的这条直线，我把它叫直线 L， 它的斜率是等于负1的。那么这样的2个点，它的斜率是纵坐标之差 n 减1除以横坐标之差 m 减3。由于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，斜率互为负倒数，所以它的斜率是等于1的。这就是第一个方程，去分母 n 减1就等于 m 减3。那么既然是对称，我是经过已知圆的圆心向这条直线做垂线，并且延长使得它们俩一样长，我才找到的对称点。所以这个线段的中点，2个端点的坐标相加除以2，2分之3加 m， 它是2分之1加 n， 中点一定在已知的直线上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对 x y 的值带到这里边。y 呢是2分之1加 n 等于负的2分之3加 m， 两边都有2分之2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忘了把它括上。我整理一下，n 减 m 移过来加2等于0，这个式子呢，这是 n， 这是负 m 移过来加 m， 负3移过来加4等于0。方乘1方乘2，它们俩一相加 2n 等于6， 2n 加6等于0， 2n 等于负6， n 就等于负3， n 等于负3，负3加2，这是负1， m 就等于负1。所以对称的圆心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那个点，也就是我要求的这个圆的圆心，它就是负1逗负3。圆心知道了，半径和原来是一样的，那么所求的圆儿 x 减 a 减负1加1括号的平方，加上 y 减负3 y 加3括号的平方，依然等于原来的阿方。那么我就把它对称的这个圆儿求出来了。所以圆儿关于一条直线对称，其实就是把圆心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这个点找到，半径不变，所以我们就求完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第2题，对称这个并不难。第2个题，已知点 A 点 B 都在这个圆上，A 和 B 都在已知的圆上。那么圆上的2个点关于一条直线对称，我们画一个示意图研究一下。这是圆上的一个点，这是同一个圆上的另一个点，这2个点都在这个圆上。那么这样的2个点关于一条直线对称，那这条直线得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条直线一定是 AB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呢，也就是这条直线一定是经过圆的圆心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 x 方加 y 方加嘚 x 加 1y， 2分之嘚
负的2分之的负的2分之一，这个就是圆心。既然直线经过圆心，所以圆心的坐标就满足直线的方程。圆心，这是圆心的坐标公式啊，在这道题当中呢，负的2分之2m 负 m， 负的2分之2n， 所以它是负 n。点在直线上，所以把它带到直线方程当中，负 n 就等于负 m 加2。所以呢，把 m 移过来 ，m 就等于把 n 移过去 ，n 加2，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我得到的是 m_n 的关系式。好，先放在这儿，我再整理已知。那么我要求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求的是半径的最小值。半径大家还记得吗？r 它是等于2分之根号下的方加1方减去4f。在这道题当中呢，2分之谁是的啊？2m 是的方4m 方加上 e 是2n的平方是4n方减去x 方加 y 方加的 x 加 1y 加 f， 显然没有 f， 说明 f 是0，所以我们就不要了。把4提出来开到外面，就变成2和它约掉了。我这个 r 其实就等于根号下 m 方加 n 方，它等于根号下 m 方加 n 方。那么我要求它的最值我要求半径的最小值，我就可以先求 r 方的最小值。r 方等于 m 方加 n 方 ，m 和 n 的关系式我们也有，所以我就消元，把 m 代成 n 加2，它的平方加 n 方 ，n 方加 n 方 2n 的平方加上它俩乘积的2倍，4n 再加4。所以呢，它就等于2倍的括号 n 方加 2n。然后我配方加上1，括号 2n 方是这一项 ，4n 是这一项，加2，再多加一个2，所以它就等于2倍的 n 加1括号的平方，然后再加2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我想求r 方的最小值，那么 r 方什么时候最小呢？显然，当 n 等于负1的时候，这一项就没有了。r 方此时此刻最小就是2，所以此时 r 最小就是根号2。所以这种对称叫做什么对称？这种对称我们把它叫做自对称。我这个圆儿上的2个点关于一条直线对称，那么这条直线一定是经过圆心的。好，这个就叫圆的自对称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我在擦黑板的时候，大家就赶紧读题。下一个题我们看一下，已知直线 L 还有一个圆儿，在圆儿上存在2个点关于这条直线对称。它又是自对称。一个圆儿上2个点关于这条直线对称，那么这条直线一定是直径所在的直线，它一定是经过圆心的。好吧，这个圆儿我就给它配方吧。x 方加上 4x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加4，它们3个一组。y 方加上2y 加上1，
x 方4x 都是原来的 ，y 方2y 都是原来的，加了一个4，加了一个1，原来有一个加1，所以右边也要加4。x 加2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加1括号的平方等于4，那么这个圆的圆心就是-2到-1，半径就等于2，这个圆的方程就被我找到了。那么圆上直线圆上的2个点，关于这条直线对称，这条直线 L 是经过圆心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圆心的坐标带到这里边。-2a y 是-1减 b 加1等于0，所以我们得到2a 加 b 是等于1的。我得到了 a 和 b 的关系式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让我求的是什么呢？让我求的是这样一个代数式 a 减2括号的平方加上 b 减7括号的平方，这个代数式的最值。那我就把它展开，变成 a 方减 4a 加上4加 b 方减去10，2714b 加上7749。那这个式子当中呢，又有 a 又有 b， 那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要想求最值怎么去求啊？我们求最值，要么就是均值不等式要么呢，因为我们在高2还没有学导数，所以呢，要么就是求函数的值域，它最高次数是2次，所以我就转化成20函数求值域。那么 b 就等于1减 2a， 所以我接着化简。a 方减 4a 不动4和9 49，就加上53，加上看到 b 就换成1减 2a， 然后减去14倍的1减 2a， 它就等于 a 方减去 4a 加上53加1减 4a 加上 4a 的平方减14加上28a 负4a 负4，这是 a 方负4a 负4a， 这个是28a， 然后这是常数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， a 方加上 4a 方，这是 5a 方，负4a 这是负8a， 负8a 加上28a就加上20倍的 a， 然后是这是这2项，这是这2项，然后这是这3项，然后是53加1 54，54减去14剩40提出来一个5，变成 a 方加上 4a， 我依然配方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，我加个4，5a 方20a 加20再加个20，所以它是5倍的 a 加2的平方再加20。好，我现在这个代数式我是得到这样的结果。那什么时候它取得最小值呢？就把平方的项消掉，当 a 等于-2的时候，整个这个代数式我就写成一个大大的 y， 它就有最小值，最小值很显然就剩下一个20。好，有关圆的对称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它一般的常见的有2种题型，一个圆儿关于一条直线求它对称，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圆儿，还有一种叫做自对称。什么叫做自对称呢？我这个圆儿上有2个点，关于一条直线对称，这条直线一定是经过我这个圆儿的圆心的。好，这个小专题我就给大家讲完了，下节课给大家讲另一个专题，也就是与圆有关的轨迹问题。